锅灰还能吃，你们有尝过吗？不知道小伙伴之前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很多人拿一块大大的猪肝，然后在那个锅底那里刷，搞得黑不溜秋的，吃的时候感觉还蛮香的。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大家乱搞的那种黑暗料理，然后稍微查了一下，原来它还是湖南兴宁这边当地的一道特色菜。据说这道菜吃了还有一点点药效作用。像这种锅灰呢，小时候经常看过，但毕竟还没尝过嘛，所以我决定来品尝一下。刚好我们路过这道菜的发源地，然后昨天我们问了很多当地人，他们都有吃过这道菜，而且这附近的饭店里面都有，所以今天我也准备了一块这么大的猪肝，这是早上早的时候去市场买的。他们这里把那个锅灰称为百草霜，所以不是所有锅的锅灰都可以用来吃的。虽然说县城里面现在还有人拿那个锅烧火，但是他们用的都是那种买的商业柴火，比较单一就不说了，而且就是怕他们会丢一些乱七八糟的塑料袋啊什么的。那可就是一级致癌物了，所以我们决定来到这个大山村这里，专门去找那些山里面真正用柴火的老人家那种锅的锅灰。这才是那种原汁原味，真正的用这些山上各种各样的百草烧出来的锅灰，这才可以称为真正的百草霜。你看阿姨家，它都是这些山上各种各样的草啊，虫毛啊，虫毛、稻草什么的哦。烧出来的灰，这些会吃起来更健康一些。这个腊肉我们一般熏多久可以吃啊？一般3个月，一年了。这个有1年了。哦，上次去湘西吃了，我就觉得这个腊肉超好吃的，别看它黑黑的，超级好吃。所以那天没有拍下来。都叫把这个灰刮下来，是不是啊？刮下来。猪肝炒熟了，再放到里面和姜成熟的时候，熟的时候再加进去。哦，喝是的。哦，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哦。这样做的。吃完之后有什么作用吗？补肝清火。补肝清火哦。它不用很多的，对吧？不要多。到了。比较好。一闻到这个气息，就想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味道。烧煤气是没有这种味道的。现在我们就学一下他们。咦，够黑不？可以了吧？我们这边做会不会这样子做啊？我们啦没这样做。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做视频的创作者改良出来的版本。他们当地不会这样做的。哎呀，他说做饭做一半被我们拿来借来用一下。然后这一个猪肝呢，我们就按网上的那种他们那些做的方法，整个盐焗，我觉得这样染起来黑的还是蛮好看的。开始了，所以我们还买了2个猪肝。这个猪肝呢，就用他们当地那种地道的做法地道的做法，然后看一下哪个好吃一点。我们一知道它这个当地不是那样子做的，我们就也留了一点，这点够了吧？对，炒的时候给它加上去就可以了。先给它腌一下。对。哇，好香哦。在我们那里。哦，好黑呀。那本来就是马肉的。这点点就可以了。它就是在这里。OK， 都搞定了。刚刚这个盐焗的迫不及待的吃了，真的这个吃起来真的确实好吃哇！盐焗猪肝，老板给他搞了一点那种酱料，沾一下。就是有点烟草味的盐焗猪肝，这个就是他们当地这边地道的锅灰猪肝。看一下它这个汤，黑不溜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锅灰了。它这道菜就很简单，就炒的时候呢，就打一点点那个锅灰进去就可以了。我问了他们这边的人呢，他们平时炒其他菜，有时候也会炒着拿个铲子在锅旁边刮一下，炫起调料撒上去就可以直接吃了。哇塞！这个盐焗的猪肝呢，虽然说好吃是好吃，但是它有我最讨厌的猪肝那个苦苦的味道。当然，它这个猪肝呢，经过它前期的那个腌制之后呢，然后再加点这个锅灰进去之后，它那个猪肝本身自有那种苦味完全没有。可以啊。
这样子炒起来，其实那个锅灰那个感觉一点都不重，也就很正常的一道菜。不行，我们就直接喝一口汤。不对，一点点锅灰的味道都尝不出来。它这个锅灰加在里面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对啊，它是明目的。主要是我们拿来起到一个食疗的效果。对。哦。它本来那个锅灰就是没有味道的嘛。哦，没有味道的。对，这样子加起来没味道。对。但是这个它就有点味道，这个锅灰。这个就有味道。这个就有那个灰草味。边上草木灰就重一点。对，草木灰重一点。就我们这边一直都有吃这个习惯。这个家里面农村里面老人都会喜欢加一点。特别上了年纪了，眼睛不太看见的时候。吃这种效果会很好。对。这个加那个锅灰。就这样炒吃。但是绝对不建议大家随便去搞一些锅灰就拿来做。现在我们塑料袋什么都有，随便东西乱七八糟的烧，已经不能跟以前人做饭的那种环境相提并论了。我们也是亲自到山上找了一下，看了阿姨她那种环境做饭，然后了解了一下，我们才敢用他们的灰这样子来做。他们当地是有这样的吃法，但是并不是说有多大的科学依据的支持，所以大家看我吃就可以了。这个师傅极力推荐他们当地特色菜血酱鸭，他们搞点双水把鸭血放出来，这样子把它搅拌均匀，它就不会凝固了。快炒好的时候，把这个鸭血全部倒上去拌，每块鸭肉都切得非常小块，这样子方便入味。好吃。那鸭血有点起到那个生粉的作用，而且鸭血是自带香味的。我之前就特别喜欢吃鸭血粉丝。好吃。哇塞！虽然它是本期视频的主角，但是不好意思，这个直接秒杀了它。好，那这样的锅灰猪肝，小伙伴们会想尝试一下吗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视频呢，一定给我多多点赞。我们下期见，拜拜。